今日刘后甘冒奇险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？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？水秀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，大司马言语无状，羞辱于吾，其不臣之心，桀骜之举，昭然若揭。是刘后先欲辱人，反被人所辱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水秀公，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是中秋佳节，内外相安，仓廪充实，边境无兵事，黎庶得衣食。此皆先王及刘后之功也。臣等谨为刘后贺。臣等谨为刘后贺。三代先王披荆沥雪，夙夜求职，筚路蓝缕，乃有今日吴越之苍生。体念先武肃王开国之艰难，先文穆王治世之勤勉，先忠献王为政之清简，乃有东南一片封疆，为之以享刘后。臣等唯愿刘后孝继汉武侯之故范，尽贤臣，远小人，乃吴越幸甚，祖宗幸甚，东南苍生之幸甚。谨为刘后贺。诸君皆有忠臣之志，吾又何惜夙夜之劳？为东南113州君鸣贺！为东南113州君鸣贺！为吴越国贺！为吴越国贺！赐宴。甚好，甚好。水秋公，今日佳节，君臣尽欢，不必恪守成列，给相公们和大司马添菜。这是牛肉，正是牛肉。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，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？从未吃过。
刘后有为农事之朴，故历代以来尽食牛肉。是使苍生以农桑为本，千百年来乃为常例。恕臣斗胆直言，此事不当为。并非吾不遵循例，宰杀耕牛以宴宾客。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，摔断了一条蹄膀，故此拿来喂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。刘后，臣弟不胜酒力，恐失仪态，其更衣。准。谢刘后。袁相公，这牛肉的滋味如何？刘后，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，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，纵使有之，售价亦非常人所能受。臣虽为宰相，平日无缘食之，这一滋味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？牛身上最好吃的4块肉，其一曰外脊，乃是牛背两侧之肉；其二曰牛眼，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，非以受相连，形如牛眼；其三曰上脑，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；其四曰内脊，说的是外脊之内，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。一头5、600斤重的牛，也就出得2斤左右的内脊之肉，所以非常昂贵。其肉爽滑，汁水饱满，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。刘后赏给臣的这块儿，便是牛内脊。大司马位极人臣，倒是见多识广。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？袁相公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，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。老臣为吴越披肝沥胆，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，牛肉虽贵些，臣还吃得起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
曾经做过屠户。臣本是关中人士，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。17岁时应进科考，可惜学术不精，做不来师傅。落榜之后，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，以为营生。刘后没去过长安，大约不知道。那时候囚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，那行刑地所在，离臣的肉铺子不足50步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市属门楼。一到每年秋岁，臣在铺子里杀猪宰羊，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。水丘公，你我再饮一杯。莫要喝多呀！哎，无妨。今日都假释在侧殿埋伏，收拾病人，带头的是何承轩。都是些少年往事了。刘后今日不提，臣都快忘却了。说起来也是机缘，臣和献武肃王，一个杀猪，一个贩盐。要是大唐好好的，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，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。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，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。也未必能有刘后之今日。七哥，七哥，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。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，臣弟险些被削了一个跟头出来。七哥酒盏空了，臣弟为你这好了。他喝多了。中秋此宴，国家重典，九郎，可不要瞎胡闹啊！臣弟失仪。
七哥赎罪啊！主公莫怪，主公莫怪，啊，莫怪，啊，莫怪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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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郎君已不胜酒力，我辈亦当尽欢。主公，共饮此杯。吴兴君吗？刘侯君与灵儿等悔于后命。可是君，我乃国家齐力3代重臣，你若敢不奉君谕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吴兴君公言中了，小人不过是宫中一皮匠，何敢抗拒刘侯君谕，冒犯军功威严？我等谨奉刘侯君谕，回应后命。午时已过，赐宴毕。臣等暂为刘后喝。与朱清同喝。臣等告退。郎君今日做的极好，辛苦了。丞相谬赞，我楚不敢当。臣请留队。
父亲，水球今日举止古怪呀，跳两小手而已。哎，父亲，今日刘后甘冒奇险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？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？水秀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，大司马言语无状，羞辱于吾，其不臣之心，桀骜之举，昭然若揭。是刘后先欲辱人，反被人所辱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水秀公，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是谁与刘后言及此悖逆之言？此言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原文是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。越王勾践赖文种犯礼之辅佐，灭吴报仇，反过来却杀了文种，追范蠡于五湖之上。其性凉薄，忘恩负义，太史公叔之，以奉后人。君使臣有手足，则陈弑君如负心；君使臣如土芥，则陈弑君如寇仇。孟子之言，方是治国正道啊！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？臣请诛之，以儆公众。中秋宴上，当殿扑杀国家重臣，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？何承训那贼啊！当年便与程昭岳一党不清不楚，偏生七哥还不杀他，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。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，不怕他记恨于你？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？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，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，怕是等不到何承训的兵进大殿，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。老令公什么人？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。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。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。再者，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，若真个当殿扑杀了，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？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？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，剑已离弦，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，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，万万犹豫不得呀！奈何水丘公他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，胡逆此时已经伏诛。吴兴郡公有罪！大胆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吴兴郡公，请大王恕罪。水丘公是社稷臣，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。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，可他毕竟不是大王。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，大王诛之师出无名，可若等他真的反了，再处置就迟了。到时候军中将佐其心莫测，杭州城内烽烟四起，
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胡逆若是反计招张，吴兴郡公也好，九郎君也罢，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。何承训，末将在。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？大王有教，末将不辞万死。3日之后，你去见大司马，你告诉他，吾已有杀他之意。啊！若他听了此事，依然不生反意，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，吾将要你贬出杭州，却要让你受2年的委屈。大王有教，末将不敢辞。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再硬朗，也怕难有100岁的寿数。3、5年间，至多10年，吾便将你召回，许你个内衙都监使的前程。若是你不愿的话，末将谨遵王教。你放心，此事办得妥帖，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不敢言功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都头，近前说话。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？回都头，今日当值的是江小野。备马，我要出宫。此刻就是此刻。诺。父亲，天快黑了，露水重，这刀啊锈了很久了，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。刀锈了，磨变亮了。人心若是锈了，便磨不亮了。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。刘郎走得太早了。定公上书有客拜门。现在拜门？小人跟他说了，定公和尚书有时3刻以后便不见客了，奈何那人他不肯走。谁呀？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。郎君出事了，郎君暂时无事。暂时？你们有甲吗？有，够数吗？够。兵刃呢？50支毛枪，36把红刀，8柄铁剑，5柄骨短。弓弩呢？步弓10丈，弓箭540支，收弩200，弩箭100。够吧？不知道。子辰和罗城的防务，我心里没底。郎君或许有。何时要用？寿辰，或许这几日，或许今夜就要用。蒋二马三，在。好。日间割回来那枪子阳煮出来没有？煮好了，都腌上了。
把弟兄们都叫起来，分给大家吃了。1只羊，连皮带骨也就110斤，60个人分，不够吃啊！对啊，不必够吃，我要的就是半饱。要披甲吗？披，今夜就是再困，都得给我披甲睡，这是军令。走。此处是保德门，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，万一有事，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。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。此处是咱们保着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。还有袁相府、水丘相府、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住。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，只知道一旦出了事，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。我盯不过来，忠顺都总共才68人，处处都要盯，根本盯不过来。那便只盯保德门和郎君府邸。郎君是知青宗室，寻常变故不惧的，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。刘后要杀我父子？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，以为大司马玉秀出权中使尽堂之故事，却又担心军中生变，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。今日中秋赐宴，原本安排末将于功臣堂侧殿设伏，只要大司马稍漏反击，便摔杯为号，将大司马立柱于殿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何守军，穆头子，老夫问你3件事情，你要如实作答。但凡有1个字不尽不实，老夫现在便杀了你。明日再向刘后当面请罪。末将不敢。第1件事情，谁派你来的？是末将自知有罪。拖下去砍了，手机装个匣子，内置石灰。大司马容命，末将是刘后。拖回来。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，刘后猜忌老夫，想杀老夫，是不是？是，大司马明鉴，此事却是刘后所授意。第2件事情，功臣堂侧殿辐射，中秋赐宴伏杀老夫，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？此番再拖你出去，便不会拖回来了。想好了再说。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，刘后这才动了杀心。水丘。第3件事情，保德门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？